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 Kindle Paperwhite 第5代，还有顺便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Kindle。那其实我自己呢，好几年前就已经买过它的上一代，也就是 Kindle Paperwhite 第4代。那我那时候刚收到的时候，对于这个产品真的还蛮惊讶的，因为它的触感啊，还有它整体看起来，真的跟我们平常接触的电子产品完全不一样。它就有点像是高科技跟复古之间的产物。那这台第4代呢，也是买了蛮久的，所以大家看到它的外表已经开始有一点脏脏旧旧的，所以就请大家多多见谅，因为我完全没有在保护它，因为我觉得它本身重量就已经很轻了，如果你再帮它加一个壳的话，就等于是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嘛。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很识相的买了黑色的。那为什么已经有了第4代还要买第5代呢？其实对我来说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呢，就是 Paperwhite 第4代其实它的功能算是齐全的，可是它的反应真的非常的慢，就是它是触控界面嘛，但是它反应的时间就是还蛮久的。然后慢慢的我也没有再阅读了。那最近呢，我想要再重拾我阅读的习惯，然后上网一查呢，就发现说这台第5代去年才出，然后有很多人说它的反应有变快，所以我就想说买来试看看，那不行的话当做玩具收藏也是蛮好玩的，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那我们现在呢，先稍微介绍一下 Kindle 到底是什么东西哟。Kindle 呢是一种电子墨水阅读器，那它的原理呢是透过电场的正负转换来使带有正负电荷的黑白粒子浮现出来。那目前这种阅读器呢，大部分都只有黑白灰阶，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只有黑白色，然后功能很像平板的机器就对了。那虽然功能很像平板，但是它实质上跟平板是有蛮大的差距的。第一点呢，就是这种电子阅读器只有在画面变更的时候才会使用到电，所以它是非常省电的。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电子墨水它本身是不会发光的，所以它的这个界面呢，看上去就很像一张纸，所以它也不会有蓝光的问题，对眼睛的伤害也比较小。那大家可能会疑惑说，市面上真的有很多类似的产品 ，Kindle 只是其中一种，那到底是差在哪里呢？那主要呢就是差在你的购书来源，例如说亚马逊呢就是跟 Kindle 绑在一起，那乐天呢就是跟他们乐天自己推出的阅读器绑在一起，那他们的网络商店跟阅读器是没有办法互通的，也就是说你在乐天买的书呢，你没有办法直接在 Kindle 上面看。那以 Kindle 来说呢，只要你绑定 Amazon 的账号，以后你在 Amazon 上面买的书就会直接在 Kindle 上面同步。那你也可以跟你的手机啊，或是电脑同步，你只要去下载 Kindle 的 App 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呢 ，Kindle 跟 Amazon 其实他们是一个蛮封闭的系统的。你在其他地方买的电子书呢，没有办法直接汇到 Kindle 里面，除非你透过转档的方式。那我自己之前的经验呢，是我会透过电脑上面一个程式叫做 Calibre 转档，然后再传到这个 Kindle 里面。那如果你们有想要知道的话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 Kindle 其实有分很多型号，因为大家可能很疑惑说 Kindle 下面又有分什么 Oasis 还是什么 Paperwhite， 到底是差在哪里呢？那依照性能的高低阶呢，主要有分为3种型号，就是 Kindle、Kindle Paperwhite 跟 Kindle Oasis。那它的价格呢，从2200到7300不等。那我今天买的这个 Paperwhite 第5代呢，它是属于中阶款。那我是在日本的亚马逊买的，日币价格是15000块。那换算成台币呢，大家都知道最近日币非常便宜嘛，换算下来呢是3400。那我在日本那边有找转运，那转运费是460，那总共换算下来呢，大概是3900到手。那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从日本网购，然后转运东西过来，所以我还蛮紧张的。幸好过程还蛮顺利的，那总共是花了10天。好，那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开箱这个 Kindle Paperwhite 第5代吧。给大家看一下包装，长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撕开。好，这个就是我们机器本身，然后下面它还附了一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它里面是一条 USB-A to USB-C 的传输线，没有错。这一次 Kindle 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改成了 USB-C 的插孔。它原本是这个 Micro USB， 现在其实这种插孔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找到线也是有点麻烦。好，我们要来拆机器了。我每次都会被它荧幕吓到。你们看这个画面，你会以为上面有一层纸，其实它就是荧幕本身，有没有很像纸，对不对？然后我们刚才有讲过呢，它只有在画面变更的时候才会耗电，所以它是可以一直维持在这个画面的。它待机什么的上面都会有一个图片。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先跟第4代比较一下，很明显的就是边框变窄了，而且变窄蛮多的，然后大小跟重量都差不多。我一直都觉得第4代它还是有一种很
很粗糙的感觉，但是第5代看起来真的就是高级蛮多的。然后一样呢，也都是一手可以掌握的尺寸。那我们现在呢来开机吧。我这次学乖了，终于买了黑色的，不然这白色真的是被我操到整个有点泛黄的感觉哦。它速度真的有变快，听说这一次呢，它的触控界面快了20%，我觉得它真的好可爱哦。就是先不论我到底会不会养成阅读习惯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收集的玩具。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用法，就是它其实真的可以拿来当成平板用，只是它是只有黑白色的，你可以去滑你的 Facebook， 然后你也可以去上网什么的。那我刚才玩了一下，很快发现它几个跟第4代不一样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它的边框有变窄，对不对？然后它的萤幕呢加大真的还蛮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呢，它的萤幕呢，这个是6寸，这个是6.8寸，看起来真的差非常多。然后再来是它的反应速度，我觉得这一次有变快，但是我觉得在查单字的地方，它没有达到我觉得满意的程度。那这边跟大家介绍 Kindle， 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功能，就是你只要长按单字或是句子，它就会出现解释或是字典，甚至是维基百科，然后甚至是说它还会去帮你搜寻说这本书有其他哪些地方有出现过同样的单字。那我说它反应时间没有到达我满意的程度呢，就是你长按它所反应的时间真的还是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啦。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说，这个查单字的功能非常的好用。然后我还要介绍另外2个利用 Kindle 学习外文的必备功能。第一个叫做 Wordwise， 这是什么功能呢？就是它会在这本书里面比较难的单字下面直接出现解释，就是你连点都不用点，它就会有解释出现在下面了。然后你也可以调整它出现门槛的难度，就是今天如果你觉得这本书还蛮简单，不需要出现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调成0。那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很难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的门槛调高。然后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Vocabulary Builder， 就是它里面会把你所有查过单字的字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只要进入那个 Vocabulary Builder， 你就可以看到你过去的记录，然后你就可以来复习这样子。另外一个重点特色呢，就是它里面可以画重点，然后截取你想要的重要字句到一个笔记本里面，然后你也可以帮它加书签。例如说你觉得这一页很重要，你就可以把它标示起来。然后另外呢 ，Kindle 它里面的字啊，还有它怎么编排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是例如说你今天你希望它字大一点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调整成比较大。然后你也可以选择 Dark Mode， 就是黑暗模式，或者是你今天也可以调色温。那调色温的部分呢，是只有这一代才可以。那第4代它是没有办法调色温的。就是你今天你觉得你的环境比较黄的话呢，那你眼睛不太舒服，你就可以把它调成偏黄色的暖色。然后另外一个 Kindle 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快速翻页，就是你只要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滑动，说你想要跳到这本书的哪个地方，你就可以快速的查阅。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在看漫画的，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快速的滑一下这本漫画。然后它还有另外这种9宫格的显示方式，你就可以一次看很多页，看你想要看的地方在哪里。另外呢，还要讲到储存容量的部分，这一次呢，第5代它是只有8GB。那如果你买了另外一个叫做第5代的 Signature Edition 的话呢，就有32GB。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有点像是第5代的进阶版嘛，它贵了50块美金。除了容量比较大之外呢，它还有无线充电的功能。另外呢，它也没有广告，然后它也会自动调节亮度。那这些功能其实对我来说都并不重要，所以第5代其实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够用了。那可能有些人会犹豫说，到底要买这一台还是买 Kindle Oasis？ 那它们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 Kindle Oasis 它的最右边呢有加了2个翻页的按钮，就是你可以直接单手，然后就可以直接按这样子。然后它的反应速度应该也会比第5代还要快。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Paperwhite 这种设计啊，比较极简风。总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一代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但是使用起来的确是有比较爽，也比较舒服。但是功能上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我自己呢，已经迫不及待赶快开始使用这个 Paperwhite 第5代来阅读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开箱呢，还有解释 Kindle 是什么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